Hello， 各位远人家的家人们，大家午安。今天第160次搬家旅行，带大家到哪里玩呢？我们在碉堡露营区。我有看起来很累的样子吗？是很累，其实就搭个天幕跟行军床帐篷而已，怎么会这么累啊？今天的风好大。然后今天呢，第一瓶是玄米茶，不是因为我突然变健康了，是因为我等一下想要去富基渔港买东西。我现在真的已经累到我没有办法煮东西吃了，我要去富基渔港买食物。风怎么会这么大呢？好啦，其实气象预报呢是有就是说会变天，那超出我预想的大。不过那个碉堡露营区是我提到。那么露营区是我第2次来，然后营主人很好。我刚刚本来想搭草皮，那草皮那里的风实在是更大，所以那个我们可爱的营主呢就建议我搬到楼上来，搬得好，不然我刚刚真的是连天幕都搭不起来。然后本来就知道会下雨啦，只是不知道这个雨大概是什么时候会下来。然后我感觉我现在躲的也是挺好的啦，就是等一下再观察一下咯。我不行了，我真的要先去买午餐。这里离富基渔港蛮近的。好，我们就来去富基渔港买午餐吧，等一下再回营区。我从富基渔港回来了，哇！今天的第一杯，哇！金色山脉的这个生啤酒。我们今天的午餐刚刚已经先在
富记渔港吃了下午茶，很奢侈的下午茶。我刚刚吃了2颗海胆，2颗海胆，350块。不过海胆真的好甜，好好吃哦。我要先吃一下今天的午餐。今天午餐是200块的生鱼片。哇！我的酱油，我的酱油，这个风，我等一下可能要把那个桌子搬到站板下面，或者是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要。我觉得我的摄影机会倒。我的酱油，我应该还有别的酱油吧？好好笑哦！啊，还好我还有酱油。哎，我的盘子，为什么酱油会被风吹走？不要再吹走了，我没有那个了，可能要拿着比较安全。放地上。因为我刚刚观察了一下，就是因为那个我的天幕只有拉4边的脚嘛，所以呢，中间的布呢，它会一直往就是站板上面飞过来。那如果要有比较大的用餐空间的话，我可能是要把它挪到前面去。然后我也有在思考，是不是还要再下2根钉，因为不知道那个风可不可以承受。哇，这是我第一次对于风这么有实体的感受。为什么我每次来碉堡都是这么刺激的天气？这个生鱼片好好吃哦！我要一鼓作气的把我的鲑鱼生鱼片给吃完，因为我怕我的酱油会再被风吹跑。不要再被风吹跑了。看一下今天的营位配置，当结束没有啦？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细节。然后呢，我为了可爱的皮克敏，我决定我要走去 Seven。将有人也在玩皮克敏吗？超可爱的！我为了皮克敏，我等一下要走去 Seven， 然后买明天的早餐，因为我忘记买早餐了。我们在碉堡露营区，这里在石门，然后它是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可以看到海，然后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来这里的天气都蛮刺激的。我上一次是为了开一个新帐篷，然后也是在就是那个碉堡，然后风也是超级无敌大，然后还下雨。晚一点我觉得应该会下雨。OK， 好，没关系。我们现在一起带着皮克敏走去 Seven 吧。Seven 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营位配置吧。我们今天一样搭天幕，然后搭配行军床，在站板上东西非常的少。然后我这个营位应该是站板区的13吧，它是可以看到大海的。我眼前就是美丽的大海，然后我把桌子往下移了，这样子才不会一直被天幕打到。好，我们呢来看一下碉堡露营区吧。我所在的地方呢是站板区，这样子环绕式的，然后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看到夕阳的，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也会看到日出，不过这一次应该也不会看到日出吧，因为好像会下雨。然后我把天幕的竹竿降下来，这样大概只有70公分3支，那就是大概210公分左右。但我觉得应该没有，对，因为我的身高有160几公分嘛。好，不过呢，这样子感觉上可以比较降低风阻。晚上的话，就看它能不能撑过去咯。碉堡这里很棒的是啊，它中间这个区域呢，完全是留给小朋友可以奔跑，然后还有一个
萤火区哎，然后它其实是一个270度都可以看到海景的地方。因为今天风很大，所以空拍我就不飞了。哇，这边的风景也好漂亮。然后站板区呢，其实是碉堡露营区最高的一个地方。那这里的话是英本部啊，旁边这个木头啊，不能随便给人家拿的哦。对，这里有狗狗。那其实碉堡也有很多可爱的猫咪，只是它们今天都没有出来。往这里面呢，就可以到草皮区，然后它也有规划露营车的地方。然后最下方的这一层呢，它其实是站板区的停车位。那不过因为我今天只有一个人，所以营主说我车子可以停在上面，没有关系。我走下来了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走到最近的 Seven 大概要18分钟。那我还是带了雨伞，因为感觉好像快要下雨了。然后要不是为了皮克敏，我应该会开车吧？啊，不过不行开车啦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喝酒了，所以呢也只能走路去 Seven。大家也跟我一样，就是这么疯皮克敏嘛。为了皮克敏，居然可以这么认真的走路，好有趣哦。然后我觉得碉堡这边呢，真的是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我们撇开因为它海边风大这件事情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，而且营主人真的很好。对，不管是上次来或是这次来，那其实这是我第3次来碉堡，然后第2次来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当初刚开幕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我有在写文章，然后我有朋友刚好在这边露营，他就说：“你要不要来这里参观一下？”所以其实我有一篇文章是我没有露营，但是我特别来看露营区。那因为这里离我家也很近，对，最近呢就是有种懒症发作，就是我想露营，可是我不想去很远的地方，所以尽量就是在车程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对，因为我们住基隆嘛，所以去很多的地方真的都很远很远。好了，我们来 Seven 吧。那如果大家呢不想走太远的话，其实下方也有一间杂货店。可是我为了皮克敏，我要走去 Seven 18分钟。Go Go！ 从营区下来呢，其实就到滨海了。然后如果大家是比较勤劳的人，还可以走去老梅看绿石潮。那因为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先去 Seven 就可以啦。大家如果来这里露营的话，其实这附近啊也蛮多景点可以参观的。我们走回来了，最北端的露营区，碉堡露营区。哇，要不是皮克敏，我不会这么认真。又到了实现冰块自由的季节。哇，我刚刚为了皮克敏，很认真的走到 7-Eleven， 不要误会，这是水米茶好吗？哇，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下雨，我们希望这个好天气可以再维持久一点点。下午茶，芒果青。哦，我现在没有坐椅子，因为放在那个站板放在桌子上，它就一直被风攻击嘛。所以我现在把桌子呢往那个草地上面放。可是这样如果坐椅子的话呢，就有可能会淋到雨，因为我是以就是有可能会下雨的配置这样。所以现在椅子在那边，但我这个位置真的很漂亮，因为我只要坐在椅子上，其实我就可以看到海。其实我稍微抬一下头，我就可以看到海。哦，我好喜欢这种海景露营区哦。对，这个情人果很喜欢。
你们会跟我一样，就是会有一阵子突然对于开车到很远的地方有点厌烦吗？我承认我最近有一点点就是觉得开好久的车很烦。其实一个人露营啊，我觉得搭帐篷这些都不算什么，然后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吃饭这都不算什么。我觉得最无聊的就是一个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。你知道大部分的营区呢，如果从我们家出发，其实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车程是跑不掉的。所以最近对于开车这件事情有点烦。我这个很可爱的小电风好像也有人在问，其实这是我在成品看到的，然后它刚好就是这样，然后它也是 USB 充电的。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有夕阳好期待哦！可是今天的云实在有点厚，我们只要不下雨就是好天气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制冰机的品牌好了，因为每次到夏天也很多人问。其实这台制冰机呢，今年已经进入了第3个年头了。制冰机大推，夏天一定要拥有，你就可以实现冰块自由。我今天就是一个好浮夸，这样好好看哦。我不是说我好好看好吗？我是说整个这样子的感觉好好看。我们来看一下制冰机的品牌吧。这个就是我的制冰机品牌，在这边实现冰块自由就靠它啦。吃晚餐啦！我们今天晚餐呢，就是慢慢吃。今天的第2杯是这个期间限定铁定特制的苹果调酒。好香的苹果味哦！第1道料理是黑毛和牛，好吃，沾一点八味粉跟好吃粉。目前呢还没有下雨，到底是有多期待下雨？但是又开始起风了，刚刚有一段时间风稍微小一点。什么东西加上八味粉都很好吃。哇，这样看有那种家徒四壁的感觉，其实也蛮好的。这个碉堡露营区啊，它很漂亮嘛，就是有海景，但是小缺点就是白天的时候呢，你会一直听到那个滨海公路的车声，因为这边真的离滨海公路很近，就像我刚刚走路到那个
7-Eleven 18分钟嘛。这样还 OK 啊。晚上的时候车流就会比较少一点。我们现在来吃晚餐，今天的晚餐会分成好几段吃。很久没烤肉了，主要是因为这一盒碳晶呢，从去年放到现在，我想要消耗一下我的碳晶。请问你是可以录的猫吗？你该不会吃完我的罐头之后，然后就翻脸不认人吧？小猫咪，它刚刚已经吃掉我一个猫罐头了。小酒鬼已经喝掉一瓶了，吼吼吼吼！早知道今天要做站板，我就带和氏椅出来。我就是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做站板。我的虾在刚刚跟隔壁路友聊天的过程中，他超回答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还好。哇，那只猫，它一直在看我的虾子。因为我真的很少烤肉，那今天呢，主要其实本来是要带圆圆先烤肉，就是因为这边离我们家很近嘛，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先跟我一起来，然后包含我爸、我妈跟我弟他们这样。啊，这只我们就送给猫咪吃好了。可是因为来的时候那个搭天幕的时间有点花费太久，真的搭超久，风真的太大了，来的时候。这虾子真的很新鲜大家如果来碉堡露营啊，不要错过去富基渔港。虽然它不是那种很便宜的海鲜市场，可是就是新鲜。我现在还有2颗生蚝在烤。我今天在那边吃那个海胆，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的。这里会一直听到飞机的声音，但不妨碍美丽的海景。把刚刚那只虾给小猫咪吃吧。那给你吧。丢了就跑太过分了吧？大家露营会烤肉吗？其实我不是烤肉的人。我想要来喝一点不一样的。这个清酒，我从日本买回来的，买了很多罐这种小小的。大家去日本也会，哇，它也太香了吧！本来想要有点 gay 白的用那个清酒杯，小猫咪又来了。这个好喝。大家去日本也会买清酒吗？好新鲜哦！不可以，你刚刚已经吃掉我一个虾了，不可以，我还没吃被他盯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先吃好吧？你刚刚吃过啦，你看就在这里守护着我。上一次我来露营的时候也被很多猫守护，其实他们不是守护我，他们在守护食物。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海景露营区太少了，所以这次呢，我又来这个熟悉的碉堡露营区。
好想开开看生蚝熟了没哦。拿出我的防烫手套。应该熟了吧？都烤这么久了。哎，我没有喝醉哦，我只是看起来像喝醉一样。流汤了。哎，我觉得它应该熟啦，但我要怎么打开它啊？这超大颗的，我们出动点工具。哦，我觉得它应该是熟了，但是好，你们给我点时间，我来把它撬开。我好像有看到它的缝，哇，好大颗啊！真不愧是花了我400多块的生蚝。2颗就要了400多块，感觉很新鲜。哦，好甜哦，充满了海味，所以大家真的来那个碉堡露营区的时候，绝对不要错过去富基渔港。我今天买的生鱼片跟海胆也是非常非常的甜哦。这个生蚝还有贝柱哎，它的贝柱好大，不能错过。真的很好吃，赞！我觉得它应该原来很大颗，是我烤太久了。可是真的很甜呢，好好吃哦。干杯！甜点时间，年糕真的好难烤哦。可是年糕好好吃哦。就这样默默吃，然后不知不觉吃饱了。我等他可能会把睡帐移个位置，因为今天来的时候就是风很大嘛，然后所以我就先搭这样。那我等一下应该会把睡帐就是稍微调一下这样，然后可能还是会加个外帐。我觉得万一不小心下雨的话，对，就是有外帐，毕竟睡觉的地方是不能湿掉的。我真的没有醉，各位不要再说我喝醉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吃哦！前阵子我在粉丝专页跟大家讨论了，就是关于夏天露不露营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夏天没有不能露营啊，夏天可以露营，就是我们往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去，然后尽可能的找森林系的露营区。那现在是5月初，说实在的，其实在碉堡这边海拔不高，那在碉堡其实这个时间来说，其实不会很冷，也不会很热，是还蛮舒服的天气。但接下来进入正式的夏季，那可能就不一样喽。所以大家如果来这边，基本上可能天幕啊、客厅啊，然后那个电风扇啊，对。那今天是因为
天气也比较没有那么稳定啦，风是蛮大的。等一下我要去洗澡啦，先这样。我刚刚洗好澡了，碉堡的那个热水是很好洗的，但是我今天没有洗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大概第100次忘了带浴巾。到底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会一天到晚忘了带浴巾出门露营吗？我到底要忘了带几次啊？然后呢，我还忘了带睡衣，所以这是明天要穿的衣服。现在呢，风开始吹起来了，所以侧风一直会压天幕。然后我先把桌子移过来，然后我也把就是睡帐移成就是正中的位置。那本来没有加外帐，我还是加上去了，因为担心就是下雨，那如果雨泼进来的话，就直接把睡袋弄湿，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，所以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好啦，那差不多该准备休息了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啦。现在风真的好大，所以呢，我又躲进来我的小帐篷里面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小帐篷里面的感觉吧。就是我的单人行军床帐篷，刚好1个人的大小。外面现在风超大的，希望我可以睡得着。我刚刚检查过了，我的天幕呢看起来还 OK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吧，晚安哦。下大雨了，刚刚有一阵好大的风，幸好我在这阵大雨之前先去上了洗手间。现在是凌晨4点，还是要继续睡，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。这个雨蛮大的，期待早上睡醒的时候可以雨少一点。家人们早安啊！经过昨夜的狂风暴雨，我幸存下来了，没有那么夸张啦。但是昨天晚上雨真的还蛮大的，就是凌晨4点多，然后现在呢是飘着毛毛细雨。我们今天的早餐吃这个热压吐司盘做的起司蛋，因为就不想要再洗什么太多的碗盘啊。我真的觉得这个热压吐司盘
非常好用。你看它有多不沾，我完全没有加油然后就这样子简单的吃一吃。我已经先把那个行军床帐篷就收好了，还蛮好吃的好，我们今天的早安拿铁，当冰块富翁的感觉真好。不过今天是有点凉，那就顺便分享一下在碉堡露营区露营2天1夜的心得吧。第一个选择它的原因就是离家很近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是因为我想看海，然后又不想开很久的车。然后像这样的海景露营区呢，在台湾真的好像蛮稀缺的，可能是因为风吗？大家除了碉堡，然后一些东海岸的露营区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看海的露营区推荐啊？19庄我有去过了，19庄它就是真的离海非常非常的近，但是19庄有一个还蛮大的缺点，因为它离台2线更近。对，就是一整个晚上都是那个车声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戴耳机。连那个营主自己本人都说，他住在那边，就是会一直听到那个马路的声音这样。然后碉堡呢，因为我都是平日来，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就是什么邻居啊什么的问题。不过他的邻居可以看得到，就是邻居就在隔壁，但是呢，原则上站位给的距离都还蛮大的，然后草皮的维护很好，中间有一大块的就是那个草皮是完全不搭帐，是让小朋友在那边可以自由的玩耍的。然后它有分草皮区，然后那个车速的营位，还有像是这样子的站板营位。对，整体来说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还蛮舒服的。那这一次呢，带着天幕，带着行军床帐篷来这里体验4级的海风，我觉得我的经验值好像又更升级了。对，其实就是不断的跟大自然相处。好了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对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应该就会把里面的东西收一收，然后把天幕收一收。那还好，这个那个 Zenpure 的Zenpure 的天幕呢，它是非常的轻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收的时候呢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湿的天幕呢，回家就晒一晒咯。人生嘛，总是不可能都是收干燥的，没有每次在干燥车收的。好啦，体验一下就是雨中露营的感觉。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上我追踪原家的移动城堡跟我们的 Instagram 就可以收到更多即时吃喝玩乐讯息。看影片的同时，不要忘了帮我热推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